重庆城给人的印象是什么？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大都市，随处可见的网红打卡点，还是各种地道的川渝美食？这些只是大家看到的重庆的一部分。要知道，重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，在这座城市里，还有一些早已被遗忘的角落。土湾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和渝中区的交界处，从位置上看，这里绝对是城市的黄金地段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探访土湾时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很多年前，这里住的除了原住民以外，就是棉纺厂的职工。如今，这里依然有着大量的居民，只是从他们的口音就能听出来，他们来自于重庆周边的一些地区。如今的土湾已成了外来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区域。上世纪80年代，土湾曾辉煌一时。那个时候，这里有重棉一厂、二厂，还有印染厂。每个厂区都是一个小社会，各自有自己的电影院、舞厅、小公园、食堂、学校、医院、粮站、宿舍等。作为一名居民或职工，完全可以在这个小社会里面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、娱乐。拥有3大厂的土湾，在重庆的地位当时也是很高的。那么它如今为什么会如此的破败不堪呢？这一切还要从3大工厂倒闭后开始说起。其实，在工厂倒闭之前，厂里就已经面向社会招募了一大批的来自农村的临时工。工厂倒闭后，有一部分临时工就留了下来，但这个只是少数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变迁，一些原先居住在这里的职工也搬离了这片区域，将自己居住的空间腾出来，出售给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。然而，真正导致原住民大量流失的，是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期间。为了改造重庆，薄熙来特别重视土湾及红岩村一带。红岩村如今已经被成功的改造成了重庆市的富人区。而土湾呢，刚进入拆迁阶段的时候薄熙来就落马了。大量的居民呢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搬离了自己的家园，迁往一些已经改造好的现代化社区。那些动作较慢或者是舍不得离开的居民则留了下来。然而几十年过去了，土湾至今仍处于拆迁的状态，居民自住的房子也不敢随意的去投资修缮，也不允许买卖。那产权呢，也是没办法去做变更的。因此，很多房屋的户主已经去世了几十年，那么房产证上呢，还是他的名字，那子女呢，无法得到合法的继承。如今这些户主的子女也都60、80岁了，生命也即将走到尽头。这些房子的继承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？老百姓除了祈求或者是骗自己，相信政府会妥善处理外，又能怎么办呢？房子里现在是冻结起的哈，那一片等于冻结的噻，冻结的，冻结了12年了哟，10几年了，冻结了10几年了哟。以前拆都是挂12、13年了。死了太给脑壳里。哎，反正拆都是挂12、13年了，冻结的噻。那它也有个那个现象，就是说，都有些房子在那个期间呢，它的屋主那些都去世了。去世了过后，但是房管证高头还是屋主的名字，他又无法等于说继承到他的子女那个高头身上来。现在的那些子女其实岁数也大了，然后那个一直是现在那个一个状态，他那个房管证是要等到其子女去世过后再处理吗？还是啷个？你是啷个看的那个事情？那个看的，我说我都谈这样想，那是从我内心说那个要说拆。你都如果说要拆，你都说个拆的道理；不拆，你都别个是哪个你都过跟哪个。你别说那个房管证，现在国家门口开起的，国土所那些开起的，你应该过个2、过个3，那些都可以，是吧？都该过。那个你都拿长期抢个办起，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也个不是个办法呀。一个人没得这个管，像我们那个坡本来是华带地区，那个华坡地区，没得人管。落大雨来看一趟，
或者是落了雨来看到，天天呢有人来照个相，那个有啥子意思？搞点形式呢？有个哪有意思？形式主义比较强哈。你觉得他现在他能够拖起，他是个啥子意思啊？他比如再给你拖个10年、20年不动，那个拖个啥子意思我都搞不懂了你，也搞不懂哈。我搞不懂没，哪搞得懂他们偷起。没哪个搞得懂。等于说我们那些居民有去，你给他们提个意见，给他们交涉过没得？比如像那种事情。我们那个没讲，上访过的。我们就上访了几回儿哎，上访在区里边上访了那个哈现，在你那还没得领教。上面去问了几回儿，哎，一直没得效，也没没下落的。说法，他总要给个说法噻。回复的他那个什么那个他就是那个说，我们给反映上级，反映上去，都是这一句话。一句话给反映上级，没这个透露的。也反映了10几年、20年了，也没反映个啥子名堂出来。在大量的原住民搬离这片区域后呢，一些未搬离的原住民将自家附近的空屋整理出来，以重庆市最低廉的价格租给外来的务工人员。这种做法呀，不仅仅是原住民，负责拆迁的城投公司他也那么做。甚至有些租户啊，他从城投公司那里，或者是从原住民手里低价租到了房子之后，又转租出去。因此呢，这片区域成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地。而这些农民在这个地方立足之后呢，又往往会让自家的亲戚好友叫过来一起居住。因为这里处于重庆的核心地带，房租也是重庆主城区内最便宜的。甚至是你要是够勤劳，完全可以自己收拾一间房屋出来免费居住。虽然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解决了很多弱势人群的住宿问题，而现在的这些弱势人群呢，大都和早些年来比较的话要好很多。那早些年的话，这里啊每年都会闹小偷，因为住在这里的人呐太杂了，也没有人去核查他们的身份。例如我就知道这里还有半年刑期越狱出来的人，最后被抓走。那现在的话，居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比较低调，大多数人他除了是弱势人群以外呢，他们还大都步入了老龄化，在治安上来讲的话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外来的农民工和原住民在素质上却有很大的不一样。例如生活习惯上面，那有人呢就在大白天的在主要的这个巷道里面撒尿，而厕所呢就在离他10几米远的地方。另外一个我比较接受不了的就是，只要有一点点土，或者是有种地的可能性，那聪明勤劳的劳动人民总能发挥出他们的想象力。其实这一片在荒废之后很多年经过这个时间的雕琢，它有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美感。在这个种上这些蔬菜之前呢，这一片是有很多的画家、摄影师跑来画画、摄影什么的。可是现在呢都没有了。那么我觉得这种行为它是在破坏这一片的景观。然后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夏天在很热的时候，他们在给蔬菜施肥，然后那个气味很大。然后很多居民都受不了，然后会提出很多意见。但是呢，他们在收获了这些蔬菜之后呢，又会给这些居民一起分享。所以说总体来讲的话，对于这个现象原住民他还是持有一种比较包容的这样一个态度。土湾的故事是重庆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。它见证了城市的辉煌，也经历了时代的变迁。那些留在这里的原住民，他们的生活轨迹被历史的洪流所改变。无论如何，这片曾经繁华的土地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与希望。